常言道十赌九输，但依旧有很多赌徒在各种不同的赌桌上激荡厮杀，试图成为赢钱的那个幸运儿，试图成为一代赌王。但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输得连裤衩都不剩。本期的高套榜，我们就介绍一下中国的5个赌王，看看他们是如何走上赌博的道路，又是如何幡然醒悟，及时金盆洗手，最终成为反赌斗士的。高套榜专注各种有趣的排行榜，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还希望各位领导能够点赞转发支持一下，感谢。第5位，郑斌。出生于山东平原的郑斌，曾是一名叱咤赌场的职业老千，江湖人称千王之王。现在金盆洗手，成为了一名反赌斗士。早年间因为家境变故，所以郑斌辗转流离于大江南北，混迹于三教九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13岁就学会了赌博，14岁就学会了出千。郑斌的出千手法精湛，即使在360度围观的情况下，依然很难看出破绽。最绝的是2009年，郑斌说只要有人能够破解他的手法，就给他100万人民币。结果当时的千数界无人应战，去应战的小虾米也是被玩得晕头转向。第4位，欧阳志福。虽然在网上资料不多，但是欧阳志福在中国内地赌业界也是知名人物，也有着南方赌王的称号。据说他曾是赌业巨头何鸿燊亲信的合作伙伴，与其一起经营赌业业务，后来也投身到反赌行列之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跟马洪刚和姚建云一起在电视节目上进行反赌表演，这次表演被称为内地赌王的世纪之战。第3位，马洪刚。马洪刚曾凭借高超的赌技叱咤赌场，所以也有实战赌王的称呼。然而再厉害的赌王，如果你不知道及时悬崖勒马，最终的结局也就只有一个。由于看过了太多人因赌博而造成的悲剧，所以马洪刚毅然决定退出赌坛。虽然退出了赌坛，但马洪刚的名字却变得更加如雷贯耳。这不仅是因为他曾是实战赌王，更因为他如今开始高调反赌。在他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的赌徒最终幡然醒悟，浪子回头。马洪刚认为，挽救一个赌徒，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挽救了一整个家庭。在这里也告诫大家一句马洪刚先生常说的一句话：10赌9诈，5赌不诈，不赌才是最大的赢家。第2位，姚建云。这位赌王出生在江西抚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忙于工作，所以他从小都是被外婆带大的。老人家带孩子基本上都是难以管教的，能管住吃喝就不错了，所以没人管教的姚建云就成了孩子王，到处惹是生非。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看他实在是不喜欢读书，就让他退学去南昌的建筑工地去打工去了，让他学会自己谋生。可没想到他在工地上却跟工友学会了赌博，并且沉迷其中。后来各种机缘巧合，又拜了当时江西的地下赌王为师，学了一身的赌术。出千技术炉火纯青的姚建云，将赌博视为谋生手段，不仅自己在赌桌上出老千，还给别人当托，做局下套，在90年代初就赚取了上亿的资产。但就像之前所说的，赌博哪有不失手的。1993年，姚建云受邀到公海的船上赌上一把，由于赌资很诱人，姚建云自然没有拒绝。然而这次之行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在去公海之前，姚建云的手下就泄露了其作弊的绝密情报，在赌牌过程中被人当场识破出千，于是姚建云就被对方斩去双腿和左手的3个手指，所幸捡回来一条命。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姚建云为了不让他人走自己的路，于是开始向他人讲述自己的血泪史，并打出反赌的口号，到全国各地演讲，让所有的赌徒知晓赌场背后的阴谋和陷阱，告诫世人远离赌博。第1位，叶汉。叶汉很小就对赌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赌博上面。21岁的时候，他的一位亲戚将他介绍到了澳门的赌场当荷官。叶汉很快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的赌术让他在赌场中脱颖而出。他被一个叫做傅老荣的赌业巨头相中，在傅老荣的公司里，叶汉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的赌术和谋略让公司的业绩翻倍增长。但是这位赌王始终不满足于只是在澳门赌场做荷官，他想要的是更高更大的目标。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夺取澳门赌博专营权。
经过多次尝试，他最终找到了叶德利和何鸿燊2位赌业巨头，共同经营澳门赌场。然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开始为争夺控制权而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叶汉和何鸿燊的争斗持续了多年，最后做生意更厉害的何鸿燊获得了胜利，叶汉则离开了澳门赌坛。他开始周游世界各地的赌场赌博，特别是美国的赌场更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说叶汉嗜赌如命，他曾经一次连续赌了32个小时，不吃不喝也不睡，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才走下赌桌。好了，本期的搞笑榜就到这里。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希望你能点个赞支持一下，感谢。最后还是要忠告大家，珍爱生命，远离赌博。